大家好，我叫龙飞虎。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6个月学任何一种外语。其实这个话题我几个月前在 TEDx 的平台讲过了，讲完之后呢，就把那个视频上传到 YouTube 那个视频平台，是一个国际的视频平台的。上传之后呢，就刚刚过3个月，已经有70多万的访问量。还有呢，最有意思的是有非常多的人来写帖子，而且相当一部分非常兴奋分享，他们就是用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方法学会了很多不同的外语，有的学葡萄牙语，有的学德文的，有的学中文的，有的学日文的，但是统统都是用这个方法。那么今天很荣幸可以在腾讯精品课的这个平台上用中文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其实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1年，那个时候我一句中文都不会，周围的老外都统统认为你要学会中文，你必须投资5年甚至10年，而且最后的结果呢，不见得好。那我都觉得，而且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中文学得跟中国人一样好。当然，我那个时候都觉得那个可能需要我2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想不到6个月的时候，我完全可以用中文生活和工作，一点障碍都没有。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对快速学习和发挥人的潜能是有兴趣。我10岁的时候已经在看跟心理有关的书。11岁那年，我就写信到苏联一个研究所，请教他们关于他们的研究，因为他们研究那个快速学习的方法。几个月之后啊，他们真是给我回信，把他们很多研究的结果报告给我发过来。所以我一直对心理学这个东西，对发挥人的潜能这个东西是有兴趣。所以呢，读大学的时候，包括研究生，我就是读心理学。心理学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你可以用心理学的方法、思路、工具来把一些特别成功的人的那个心智模式，他的那个战略思路，他的行为的规律，可以全部复制下来，然后呢，可以用在普通人的身上。一个普通人完全这样可以发挥他的潜能，能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结果，一个精彩的自己。比如我很多年前，我帮那些跨国投资银行把银行家，就是特别优秀的、特别成功的银行家的那个心智模式和方法复制下来，变成我的客户公司的那个文化的一个系统。他们那个文化变了之后呢，他们在商场上是非常有优势。有其他的跨国公司就请我来帮忙，把那个优秀的领导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等等，变成他们自己配第2代领导的一个系统。那几年前有很多朋友开始问我，能不能把你对语言学的那些结论向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觉得可以，所以我开始总结自己多少年研究和观察的东西，最后总结成一个系统。我说系统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虽然有几个不同的原则，还有一些方法，但是你单独用虽然有效，你一起用
那个效果好很多倍，原因是他们互相支撑，他们有互相的关联，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但是回了一个圈儿，所以必须一起去用，才能做到最好的效果。做了这个系统出来之后，最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用了，我们发现任何人可以在6个月内学会任何一种外语。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疯子，这是不可能。所以呢，我想要提醒大家关于人类历史的进展。如果你观察人类历史的进展，你会发现我们是不断的扩展我们的极限。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所有人认为跑出4分钟1英里是不可能。然后呢，1965年罗杰·班尼斯特做到了，他破纪录之后，那跑1英里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100年以前，人通通都认为重的物体是没法飞。但是昨天，我是坐上了一大堆重的驴，从香港飞到北京来。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只要你观察大自然，你会发现大自然有非常好的规律。说飞，你好好观察鸟类身体的那个结构，从中你可以总结一些重要的原则，用这些原则重组织一些重的材料，结果就是能飞。而且飞呢，今天变成全球的一个大系统了。不只是这种东西，人的技能是一样的。我想问在位的朋友，谁能够自己画自己的像？一个人都没有。好，其实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他不会画画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要画画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天赋。事实非如此。有5个原则跟人的认知有关，你只要掌握这5个原则，你完全可以画自己的像。那这个是学这5个原则之前的一个人画的，他学了5天这5个原则，画成这样。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呢，这是我以前画的样。我学会了5天的这个5个原则之后，我能画成这样。那这个当然不是什么国际水平大画家的那种画，可是5天内从不会走到会，所以我们能够总结的说，任何人可以在5天内从不会画画学到画画的。语言是一样的，可以在6个月之内学会任何外语，只要用合适的原则。那说一个故事吧，有一个女孩子叫 Zoe， 是20几岁，从澳大利亚去荷兰，她要学荷兰话。她到了就开始努力，每天好几个小时在那儿学习。但是呢，她周围的人都会跟她说：“哎，荷兰话特别难学，外国人不能学荷兰语，或者你没有什么语言的天赋，或者算了，你别浪费时间。”甚至有人跟她说：“哎呀，你太难听了。”结果呢，她就基本上是放弃了，特别的沮丧。她准备觉得一辈子她学不了什么外语了。然后呢，无意中她发现今天我跟你分享的原则，然后她自己就搬到巴西去，开始用这5个原则在她的那个葡萄牙语上，结果6个月内她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总共有5个原则和7个行动。我们
从5个原则开始吧。我想问，谁背过英语单词？有没有？我想，大多数现代的中国人都有这种体验，而且我也相信，大多数人背单词效果不好，对不对？怎么背就背不会。那第一个原则，完全可以帮助你知道为什么背单词效果是那么不理想，也会给你解惑的一个好方向。为了说明第一个原则，我先要你跟我一起，要你想象我们一起去北美森林去走一走，在那个漂亮的风景里走一走，轻松快乐享受那个景色。然后呢，你就发现路边有一棵树，树上掉了一些皮，你可能注意，你可能不注意。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再往前走几十米，在小溪旁边发现在泥里有这么一个标志，你这个时候最好开始注意，因为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再往前走50米，很可能遇到这个。我能保证你在这个时候肯定会注意，因为呢，刚刚第一次看到那棵树，它这个样子对你来说没什么含义，没什么意义。但是，你遇到大熊冲上来的时候，或者有这个危险，你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因为大熊在森林里边到处走，用爪子抓树皮。所以呢，原来你发现这个有含义，它代表你很可能在前面会遇到这个，而且任何帮助你生存的信息对你来说有重要关联。那什么叫重要关联？其实这个来自一个英语词儿，是 relevance。relevance 这个词儿我找了很久，没有一个好的对应的中文意思了，所以呢，我决定是要用重要关联来代表 relevance。那有重要关联的信息了，对你个人来说是有含义，因此你会给他足够的注意力，因此你会记住。反之，它没有重要关联，你就没办法记住它了，或者很难。所以这个就说明单词为什么怎么背不会。因为呢，你拿单词书来背，里边的这些单词跟你个人没有任何重要关联，因此你不会给他合适的注意力，因此呢，你就不会记得了。那当然，有的人会说，哎，但是考试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这个应该有一个重要关联。那我必须得问，考试对你来说多么重要？是不是比谈恋爱还重要？是不是比看足球赛还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也没有重要关联。那有的人说，哎，我没有女朋友，我不会玩体育，我就是为了考试而生存，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考试，所以这样的那个重要关联应该足够，所以我应该能学得好吧。其实连这样的我要说，背单词在本质上是错误的。我们拿一些英语单词来说，你应该发现了，一个英语单词基本上对应的中文意思有几个甚至几十个，而且都是孤立的，没有关联，因此就分散你的注意力，你根本没办法固定它的含义，所以很难记住。那
有的人那个记忆法是很好，那即使你的记忆法好，你能够把几百个甚至几千个英语单词都背下来，你敢开口说话吗？我相信大多数人不敢开口说话，因为呢，他害怕说的那个话里边犯的错误，这是一个母语者小孩不会犯的错误。所以背单词达到那个结果的原因是，大家都很明白，单词是有上下文，不是随便就拿一个去用，必须懂那个上下文去用。那怎么做呢？应该怎么样做？那有3个方法，一个是场景，一个是上下文的学习，一个呢是词组。说一下场景，比如你有机会去越南旅游，有一个晚上不小心吃错东西了，第2天后悔，你在街上走一走，急了，旁边有人，你跑过去想问他厕所在哪儿，他看到你的这个状态，明白怎么回事，手指着那个方向说捏卫生，那你就明白了，这个又是救你一命，又是给你一个机会，一下子学会了一个外语词儿。因为我们单词是用在真的场景里边，你在真的场景里边遇到你所需要的单词，你就会记得了。上下文也是这个，因为呢，你周围的都懂，所以一些新的单词是比较容易抓。然后词组你可能没有听过，词组是几个单词在一起，是代表一个含义。词组比单词要重要，而且呢，中文的一个词组跟英文的词组就是1对1的对应的，所以特别容易把那个固定的含义就定下来了。那当然，我说刚才说跟生存有关，我也说那个紧急的情况是不需要那么严格，只有一些信息跟你个人的目标有关，对你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关联，因此你就会给他注意力来学到了。所以第一个原则呢，是从对你自己有重要关联的外语内容开始。有很多人觉得他学外语不好，就是因为他语法不够，或者他觉得不敢开口，因为他没有累积很多语法的那些规律，对吧？第2个原则帮我们知道这个思路的对错在哪儿。但是说这个之前，必须先说工具这个概念。你知道吗？人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特别善于创造、制造、利用工具。工具不只是螺丝刀、车、电脑、锤子、笔这种东西，也有程序，有数学的公式，任何方法都是一个工具。语言也是工具，语言也是工具。那每一个工具是帮助我们达到不同的目的。那语言这个工具是帮我们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把心里边的感觉和大脑的想法跟别人交流。它就是这么一个目的的工具。那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现在已经有能力跟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的人交流。你什么时候会了外文，你可以跟其他的地方的人进行交流。但是交流，我说交流这个词儿，你很可能觉得是单对单的说话，你没有考虑过，经过文字，我们的交流是可以跨时间、跨空间。你写东西，你发一个文章到美国去，在美国的人都能看的。你今天是被3000年之前的人的思想影响，他写的文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你在这儿看，你是
受到几千年以前的人的影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语言是工具。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要你很认真的考虑你的答案。你有一个朋友给你打电话，特别兴奋，他说：“哎，我刚刚买车了，我要从北京开到上海，要不要跟我一路去了？”你很好奇，这个人原来你不知道他会开车，所以你问：“哎，你学车学多久？”他说：“我学发动机学了5年。我已经把车的零件基本上都背下来了，而且车的基本架构我就会了。”那你就忍不住，哎呀，老朋友，你到底开了多少时间？他说：“上了一次课，半个小时吧。”你敢跟他一路坐他车到上海吗？那有一个人学了20年英语语法，背了3万个英语单词，但是他只进行过半个小时的英语沟通。你会请他跟你一路去美国做你的同声翻译吗？一样的道理。所以学任何语言 ，OK， 跟学车一样，大家都很清楚，为了开车，你必须坐在车上摸方向盘、摸排档、踩油门，而且越摸越熟，越精致。语言是一样，要把语言当成你的重要的沟通工具，这个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从第一天开始，小孩都是这样。一个小孩刚刚出生不会说话，到6个月的时候不一定能说话，8、9个月说不定是第一个词儿。他会了第一个词儿呢，他会怎么样？他会收买不用吗？不会。一个小孩学会了抱抱，他会怎么样？抱抱抱抱，妈妈过去把他抱起来。得明白的是，语言不是来学当一个课文来学，语言是一个满足你的生活的重要目的的一个工具。一个单词能做到这个结果。我刚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学的第一个词是怎么样。因此呢，我到处在走，跟人打招呼，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相信在3、5天内，我就说了几百遍。我不是在学，我是在用。你学英语，你可能学到 morning 这个词儿，那你会了之后，不是忘记，是马上拿出来用。你见到同事，你见到朋友，你就挥手打招呼 morning， 是这样去用的。记得，只要会就要用。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智商是差不多，他们同时学一门外语了？有一些学得很慢，有一些学得快，他们之间是有区别。学得快的人汉语先，词汇后。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其实我是无意当中碰到这个原则。刚好我1981年到了北京，我们还没有开课，所以我跟几个同学觉得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时间到北戴河去玩，所以我们就1个星期5跑出去坐火车，坐到北戴河玩了2天，然后我们要回来，因为很快就开课了。到火车站没票呢，怎么办？那上车罚款，给送到餐车里边去了。然后呢，刚好有个乘警对我们有兴趣，走过来，坐下来开始聊一聊。他不会英文，我不会中文，那怎么办？他就绘画了，用手势啊，用表情啊。我们谈你哪儿来的？你多大啊？你1个月赚多少钱？这些都经过他的那些手势什么，就一步一步的明白他在沟通什么。但最后我会了几个单词，而且总体而言，我就能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下车我就不这么想了。3个星期以后呢，
太有趣。周围的人在说中文的时候，我听懂了，但是我没学过，这是怎么来的？哎，想起来，原来就是那个晚上，那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是下意识活去了。所以呢，这个原理是非常重要。当你先理解沟通的含义，你的下意识会帮助你自然获取，你不需要痛苦。这个被学术界已经证明了几十年，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报告，学术界的人把它称作可明白输入的学习。那这个条形图下边是有4个不同的测试方式，有听力，有阅读。然后呢，有2组人，一组人是用传统的语法分析和背单词的方法来学，另外一个是可明白输入的。用传统的方法来学的成绩是这样的，用可明白输入的人的成绩是这样的。所以很明显，可明白输入的效果是更好。所以记得含义先，词组、单词、内容都自然来。下一个原则跟发音、听力、记忆都有关系。为了理解这个，我要分享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我到一个朋友的家里，他在门外跪在地上，好像找什么东西似的。我走过去跟他说：“喂，老兄，怎么回事？”他说：“哎呀，我丢了钥匙了吧？你帮我一起来找吧。”那2个人爬在地上，爬来爬去，爬了半个小时找不着。我跟他说：“哎，你到底钥匙丢在哪儿？”他说：“在那边，但是这边有光，所以我在这边找。”我几天前忽然间都记得这个故事，因为它多多少少很像很多人对语言学习的那种想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的人觉得听力不好，或者他是哑巴英语，那他怎么解决？背单词。有的人就不敢开口说话，或者说话的时候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怎么解决？背单词，分析语法。甚至有的人觉得要学很多概念，累积很多知识才能用语言，这些通通都是错的。这个等于在这个地方找答案，因为有光，答案是在那边。这一方面问题的答案在于人的生理上，要看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一个朋友，台湾的，他学英语学得特别好，在大学他考高分，最后他就考上美国大学，就移民到美国去。他到了美国的时候，人家说话的时候怎么样？他听不懂。而且呢，如果他听不懂，他叫人写，他们写一下，他还是能看懂。所以他有一点奇怪，怎么回事？导致周围的人知道他的成绩好，有的人经常问他：“哎，你是不是聋子？”他说：“其实他告诉我的时候，他的那个耳朵特别的健康，但是他是一个英语聋子。”这是怎么来？因为你学母语的时候，你的大脑学会怎么样把你的母语的声音那些因素过滤到你的大脑里边去。我们有一个过滤系统在耳朵里，外语的那些你不熟悉的因素被你的生理给过滤到外边去，所以呢，你是听不见，听得模糊，因此听不明白没法互动，没法学习，是个生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你必须有大量的生理的训练去解决它。你依靠看书解决听力问题，绝对是失败的一个。
一个方法。说话也是用肌肉，我们的面部、嗓子最里边有52个不同的肌肉，我们是用这些肌肉来调整我们嘴巴发出的声音，调整到别人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是能明白。这个是一个身体运动的过程。比如你是踢足球踢得很好，但是你从来没有打过网球，你去打网球那天之后怎么样？酸疼、累。学发音是一样的，如果你的发音在学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你的发音连得对的时候，你的面部会酸疼。我刚刚到中国来，头1-2个月，真的疼。我的那个 YouTube 视频上传之后，有人写帖子说他学德文的时候特别的疼。记忆都是一个生理过程，因为为了记住东西，你的大脑的神经细胞要伸出去，它要成长，跟其他的神经细胞做连接了，所以你得懂得保养这个过程。如果你熬夜学东西，很可能你学不会，因为呢，你的身体需要休息的时候成长。如果你学一会儿，然后好好的休息，你速度会上来很多了，快很多。所以呢，记住，学外语是一个生理训练的过程。那你知道吗？调整自己的生理，来掌握一个技能，在中国文化里有一个专业名词，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再说一遍，调整自己的生理，来掌握一个技能，在中国的文化里有一个专业名词，功夫。所以呢，你必须为了快速学好外语，你必须练好你的外语功夫。第5个原则跟学任何东西是有密切的关系了。如果你不开心、沮丧、生气、担忧、恐惧，任何所谓负面的情绪，你是学得慢，甚至学不会。如果你轻松、快乐、好奇，你学任何东西学得快。为什么孩子经常比成年人要学得快？是这个原理。所以呢，这个原则是轻松快乐加忍耐期意，你就能学得快。那什么叫忍耐期意？你有没有发现过，有的人学外语的时候，他只会几个单词，但是在那儿开开心心的交流，不会的就不理了。他遇到不懂的语法什么，没什么情绪上的反应，还是在那儿轻松快乐，那个叫忍耐期意。有另外一种人，他必须懂100%的所有他听的单词，只要听不懂一个，他在那儿发愁，很不开心。他必须懂每一个语法，这个是怎么用、怎么弄。要是你解释不清楚，他在那儿不开心，对自己很苛刻的。甚至要懂得把每一句外语就100%准确的翻成中文等等，才满意。那个叫不能忍耐期意。因为如果你遇到那些挫折，有那个负面的情绪反应，你肯定学不好。所以这个是导致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呢，记得了，必须学会忍耐期意。5个原则，从跟你重要关联的内容开始学习，然后呢，把外语当成一个工具，每天说和用，用可明白输入，懂含义先。第4，注重生理训练，练好你的外语功夫，然后最后呢，轻松、好奇、忍耐期意，就是学得快。这是5个原则，
你把它们用上，肯定会帮助你。但是我相信有人在问，那具体这些5个原则会变成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正在谈6个月如何学任何外语。你会记得上一次我们就谈过5个重要的原则，要从跟你有重要的关联内容开始，然后呢，要把外语当成你的一个沟通工具，每天说和用。第3，用可明白输入的方式，懂得先用含义，然后获取其他内容了。你明白，学外语是一个功夫的过程，所以你要练好你的外语功夫。然后呢，最后你要懂得掌握自己的心理状态，要轻松快乐，人来其易，这样呢才能学得快。那很多人听到这些原则，很可能觉得，那是不是我必须搬到国外去住一段时间才能学会外语？其实，在我们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完全可以有很多多媒体的、个性化的学习资料，你完全可以足不出户学一门外语了。反之，如果你方法不对，你出国学习，效果可能还是很差的。我相信你见过吧？见过这个现象，有的中国人搬到国外，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住了10年甚至20年，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了。有的老外到中国来住了5年、10年，也不会说普通话，对吧？广东、香港，有的人在那儿住了30年，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说。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你知道吗？你学一门外语的时候，在外语上你是一个婴儿，你是个小孩儿，你不是个成年人。你能想象一个2岁的小孩儿跟一群成年人在一起是怎么样一个场景？很可能开始的时候，成年人对小孩有一些客套话，哎呀，宝宝，你多大？你上学了没有？这些话，然后很快就扭转到成年人的话题。比如电视节目最近有什么发生？有新闻，还有成年人的笑话。你作为一个小孩，在那个场景下，你没有背景，你没办法懂。这个等于把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跳进深水，他就还是不能学的。所以你盲目到国外去来学语言是没有意义，必须在心态方面、在方法方面、在资源方面就充分的准备。所以今天我们谈一谈7个行动。7个行动，这7个行动，如果你到国外去学习，完全可以帮助你跨越所有你遇到的语言学的障碍。同时，如果你决定在家乡学外语，这7个行动完全也可以帮助你解决你学外语的这个问题。首先，第1个行动，大量去听，而且你大量去听，你心目中必须有3个重要的目标。第1个目标，你得搞定你的耳朵里边的那个音素过滤，你的目的就是解决过滤问题。因为呢，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一直听得模糊，因此呢，一直听不懂。所以呢，你必须有大量的听去解决你的音素过滤的那个问题了。这是个前提，基本功：压腿、俯卧撑、站桩。然后呢，第2个目的就是要练好语感，是经过这个听的方式，你可以学会语感。你必须有这个目的在。第3，
要学会外语的思维。这是第3个。那听力是有6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方法，对应的方法。我今天只讲2个最重要的。第一个，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泡脑子。那泡脑子是什么？你就是要把自己整个人泡在那个外语的声音海里边，同时你不要担心你懂了还是没有懂，因为呢你基本上是不懂。我相信大多数人如果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很多声音他听不懂，他会走神儿，会飞了，睡着了都有。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故意把你的自己的状态和注意力调整到节奏和旋律，就是外语的节奏和旋律。你可能没有怎么注意，但是每一个语言有特别的节奏和旋律。比如中文，有时候呢，人都会说得很快，有时候也是说得特别慢。有时候在半句之中都会停顿一下。那我现在有一点夸张，但是你听任何语言，你会发现很多这种的快慢、大声、小声、停顿等等的那些规律。这些你学了这些之后呢，你完全掌握了语感的一个重要部分。语感就是这些东西。第3，那就够了，对吧？就是这个了，你就是用泡脑子去练这个了。OK， 然后呢，有一个点，你刚刚开始学的时候，你是一个初学者，你必须得泡。你学的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经常你是听懂，所以不怎么需要这样泡了。但是你偶尔还是会遇到你不懂的一些内容。那个话题背后的知识你没有，或者那个口音是你不习惯的等等，那个时候你马上回到泡脑子的状态，完全能解决。泡脑子是我一直拿出来用的一个特别好的工具。第2个方法就是先窄后宽。很多人为了提高他的听力，他会怎么做？他要找不同的新闻，跟历史有关的稿子，有一些外文的那些作者的那个短片等等等，很多不同的内容，而且这些都没有搭盖的，而且大多数对他个人没有什么重要关联，因此记不住，对吧？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找一些跟你自己有关的、你喜欢的内容，重复多次去听。而且你听的时候的目的是，首先你要听清楚，然后你继续听。你的目的是听到你能感觉到下边会有什么。那刚才呢，在你心目中我停顿了一下，但是你自己大脑已经能听见后边应该是什么词儿。对，我们的下意识完全已经是累积这些规律，所以呢，你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就是在下意识已经听到下边来临的这些声音，所以你要多次听到，已经习惯了下边是什么，到最后不是这个，你能自己拿出来用。所以呢，你花时间下功夫，好好的掌握你最喜欢的那些内容，把它变成你自己的工具，要比模棱两可有很多你不太懂的内容要强很多倍了，是省很多时间，会快很多。上一次我们也说了，要把注意力先放在抓住含义。怎么做呢？很多人听到这个很可能觉得是要查字典，对吗？遇到一个不懂的单词查字典。那查字典当然是个好方法，但是是你最后用的方法。你查字典之前有很多方法可以用的，比如肢体语言。你知道吗？人类沟通的过程，肢体语言是占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的。
比如这个是什么？这我警告你，对吧？这个，哎呀，完蛋了。这个呢？这个带着惊讶，但是更深一层是，有没有用广东话说？哎，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搞错？这怎么可能的？所以呢，不同文化的人都会用身体语言来沟通。有很多地方是相同，但是要小心，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在中国6，这是6，对吗？在西方，这个是6。在中国，这是我；在西方，这个是我。这个多少？在香港这是7，这个是8。这个像一个7字，罗马字。所以呢，得注意，有大同小异。有时候呢，那个身体语言不是你认为那个意思，所以不要太大胆了。但是完全可以。第二个呢，也是很重要。对，我有一个故事，那个我算是20年前吧，我去了越南一趟。为什么我要开一个培训班？是给一个客户，一个培训班是一个外国公司在越南成立了一个分公司，有28个越南人，有2个老外，有一个翻译。我们那个工作坊是有6个台，每一个台有5个人，而且我们的过程大多数是用那个游戏和模拟，然后呢玩了之后，大家坐在一起分享，发现什么规则、规律什么，然后呢向那个总体会议去报道。那我去讲课是用英语了，翻译成越南语。他们在汇报的时候，他们是用越南语，翻译给我翻译呢。但是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我好像听懂了不少。我怎么听懂？怎么知道我听懂了？因为呢，他们说的话翻成英语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什么意思了。而且呢，最有趣是翻译有时候卡了，他不知道用什么英语词儿。我说是这个词儿吧，他说哎，对对对，是这个词儿。哎，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说的话我是大概知道了。我没学过越南语，这个怎么来的？因为我学过广东话和普通话，而且因为2个地方那个历史的关联是很多年的来往，多多少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跟法文、英文一样的语言是有共同的地方。所以你抛脑子的时候非常轻松好奇，你会开始发现这些规律。给你举几个例子吧。这个是前几天，在 YouTube 有人写了一个帖子，这个不是英语，是叫加利西亚语。那加利西亚语来自加利西亚，就是西班牙西北部一个小区，有几百万人是用这个语言。那我没学过，陈美涵我的同事更是没学过，但是看上去好像懂了。如果你学过英语，我相信有很多地方你就是觉得，哎，我懂，对吧？其实它是这个意思 ，super interesting, the possibilities that are revealed, I must explore this possibility， 就是特别有趣，能看到很多可能性，我必须去探讨。越南语也是，比如越南语的谢谢怎么说？你好好听，是比较小声。感恩，感恩，听到了吗？跟谢谢有关吗？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吗？但是背后是这2字，感恩。感恩，那用广东话来说是感恩，所以那个越南语是感恩，跟感恩是很像的。这个是再见，听起来是怎么样？
Tạm biệt. 当别有人学过，那跟再见有关吗？没关。暂别。但是那个音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如果你要它100%一样的，那你就完蛋了。但是你轻松的、好奇的听一些，好像它这个是扭过来的一个过程去听，你完全能听出来，这个是跟你已经会的是有关。因此呢，学的变得很快，因为呢你已经会很多，你只有调整自己的发音，已经到了。当别。如果你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经过那个身体语言，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用你已经学过的东西，那你怎么办？那你用次组对照法。这是什么？你要把内容弄成次组，要找一些就是已经有次组了，有母语先，这是中文先，外语后。这样呢，你听了母语了，你听了中文之后呢，你心目中已经有那个含义，因此呢，你听那个外语是能挂得上。那最好也是有多媒体的，有视频、音频和文字一起，这样呢，你就很快就可以掌握了。所以呢，记住，首先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理解含义。那我想问大家，你是不是发现有很多人觉得没法开口说话，因为他单词量不够，对吗？哎呀，我懂的单词不够多，所以我不能说话。你知道吗？10个动词，10个名词，10个形容词，一起用1000句话。1000句话，你要把你已经有的混合去用，这样是创造沟通的一个过程。跟小孩一样的，你记得吗？是达到一个沟通目的。小孩3个词儿：糖、你、给。他说：“给你糖。”什么意思？你是他妈妈的话，把糖给我，对吗？所以你学外语也是这样的，你一有几个词儿，你就尽量把它们拼在一起去用，作为开始。你别理语法，你别理对不对，你只要理能不能经过这个达到我的沟通效果。那当然，开始的时候是很粗糙。这是自然，没关系，你总会长。在做这个的时候，你也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核心。什么意思？所有的语言有所谓的高频词，就是有高频率出现的词儿。比如英语，有1000个词儿。足够你85%日常工作的交流，有3000个词儿，足够你98%日常和工作的交流。我以前学中文的时候，学到6个月，基本上3000个词儿已经是我能用的了，所以我就那个时候算是会说了。所以你就是要把注意力放在你3000个词儿，最好是找一些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去设计的好资源。这样就省得你浪费很多时间在学你一辈子不会遇到的词儿。如果你是初学者，你该怎么办？那第1个星期，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开口说话工具箱。什么是开口说话工具箱呢？记得吗？你要把语言当成一个工具来达到沟通目的。你是刚刚开始学外语的时候，你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获取一些说话的一些意思、一些单词、一些说法，来
提高你的沟通能力。所以呢，你必须用外语去问，这个是什么？这个怎么说？请说慢一点，不好意思，不懂，请再说。你用外语来说这些，你是跟你的大脑沟通，说，哎，老大，我是认真的，我是要用这个语言来沟通。你的大脑会乖乖的听话，帮你学更多了。如果你是这样的，应该用外语问这个叫什么，但是你跳到你的母语 ，What's that? How do you say that? 那你的大脑的反应是，嗨，他不是真的，他在玩，他是当成一个学问，他不是当成一个工具。所以呢，你学得慢，所以是有两个作用：第一，马上可以开始沟通；第二是跟你大脑沟通。我是来真的。就是要学这个，听话 ，OK。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你可以用简单的代词、动词、形容词，已经开始创造一些简单的句子来达到自己的生活的需要。给热咖啡，你我朋友都行，记得们要混合。然后呢，到第4个星期，你已经可以开始用胶水词。我是故意起了这个名字，因为胶水词的功能就是把这块跟那个块粘在一起，因此呢，你可以开始有长句了。而且在这个过程的时候，你最好是找一个语言家长。什么是语言家长？如果你观察过父母跟孩子在一起的那个沟通过程，你会发现，孩子说的话，外边的人听不懂，但是父母就能听懂了，对吧？妈妈、爸爸会故意去选择孩子会懂的一些词儿，说的比较慢，有时候说的比较简单，而且大家的注意力是在沟通，不是在教语言。那在这个情况下，孩子是存在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可明白输入的好环境，因此他就学得快。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学外语，你要找一些愿意跟你有这种关系的人才对。有几个原则：第一，他们会知道你在沟通什么，虽然你可能发音不行，你用词不太确切，他还是懂你什么意思了。然后呢，他不会刻意纠正你的错误，但是在那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为了澄清那个含义，他会说：“哎，你是这个意思吗？”哦，或者他会接着你说的话往下说，因此你下意识能看到，哦，他是这样的。偶尔你问，哎，这个怎么说？他告诉你就行了。然后呢，他经常会用你已经会的词儿来跟你说话了。我刚刚到北京的时候，哎呦，真的非常幸运，遇到了2、3个人，他们就变成我的语言家长，所以我学得快了。真的，如果我没有他们3个，我可能没学会。那在发音方面，最好是找一个发音模特儿，就是要看对方的面部去模仿。你会发现，你真的听和模仿的看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瞄准那个声音了。小孩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样？爸爸妈妈说话的时候，小孩子就在看嘴巴来学。所以呢，真人这样可能稍微别扭一点了，但是如果您能找到这种资源，是有帮助的。Sing, song, king, stone. 你就明白了。最后，我们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跟大多数人学单词那种方法有关。不知道你是怎么学单词，是不是这样的？在心目中，比如说活吗？你是不是在心目中活 fire 活 fire 活 fire， 在笔记本上活 fire 活 fire 活 fire 这样去背，对吗？这个会给你创造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后果。你自己在说话的时候，要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翻译，然后呢造句，然后说话。这个特别慢，对吗？然后呢，人家说话的时候呢，他们每一个单词你要翻成中文，你要分析它什么语法，因此那个中文的句子应该是怎么样，对吧？如果他说的稍微快一点，内容稍微多一点，你跟不上，听不懂。但你有没有想过，中文“火”你是怎么学的？你是怎么知道它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有另外一种语言你翻译才知道它什么意思？不是吧？对吧？是因为你小的时候遇到过火，而且你遇到火的时候，有人用火这个标签说出口。所有的语言就是具体的事物和抽象的概念的标签。所以呢，当时你小的时候有见到火，人家说火，哎，你知道那个声音跟那个现象是一样的。然后呢，你遇到了很多不同的火，有大楼烧火了，有救火车跑过了，有家里的那个热炉的火，你小朋友玩火柴的火，而且呢，火呢你是能闻到了，能看到了，能听到它的声音，所以你对火的那个影响越来越深。所以呢，你就创造了“火”这个词儿跟那个现象之间的一个关系了。那外语呢？开始学的时候没什么关系，这个声音跟你的心目中的画面和感觉没有关联。那你第一步是怎么样？你是问什么意思？人家说火。从此很多人就开始发火，错误的，忘记，必须这样的。你一知道什么意思，你要故意的把 fire 这个词儿跟你自己的心目中的画面和感觉连接起来，变得跟中文一样的。那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小路，但是你接触了多了，你每一次故意把那个声音跟你的神经系统里边的画面和感觉连接起来，那就变成一个反射，一个条件反射，已经是 fire， 就是你心目中的画面和感觉了。我们把这个叫成一个盒子两条路，中文是一条路，英文或者其他外文是另外一条路。而且好的翻译是这样去翻译，好的翻译会听一种语言之后到他心目中的含义，然后呢从心目中把另外一个话拿出来说。没办法，语言到语言必须先到心目中再出来，才能做到一个好的翻译，没其他选择。所以呢，有中文有外文，开始的时候所有那些概念在心目中，中文那个路子很宽，但是外文是几乎没有了。跟着练多了，你的功夫下得足够了，那条路就更宽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有选择，停在这儿还是继续下功夫，把它弄到跟你的母语一样强的、一样厚的、一样踏实一个道路。在那个时候你完全是走进了外语，外语跟你的母语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技能。所以呢，外语连接心中画面和感觉是第7个行动。这7个行动总结一下：大量去听，注意力放在已经理解的含义，混合已经会的，创造沟通，从核心高频内容入手，然后呢找语言家长模仿面部，然后呢外语声音直接连接到你心目中的画面和感觉。这7个行动，你用5个原则，7个行动，整个系统在你的外语学习上，你完全能够在6个月内学会任何一门外语的。谢谢大家。
啊，您好。首先非常谢谢您，你说的非常好。谢谢。尤其是我听到你说这么好的中文，其实我今年24岁，然后我学了20年的英文呢，差不多，然后可能比你的中文还差不少，我的英文水平。然后我对您的那个经历特别感兴趣，我不知道您，这么久以来是不是一直在亚洲还是什么的，或者是或者说您现在学会的语言有多少种，然后分别是怎么样一个大概的学习的过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哇，还就一个系列的问题，就是您觉得刚才像您说的那种链接什么的，啊，您觉得语言太多了会越来越难学吗？或者是会那个路径太多了，会有时候容易弄混乱吗？而且您说的6个月，不知道这6个月指的努力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什么样的程度？那我好几个。那先回答，你学的多了会不会越来越难学？因为互相干扰？不，越来越容易，因为你已经懂得怎么学，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多了。你学会了法文，你会了西班牙语，那葡萄牙语什么就没什么难处，因为他们是一个语系。因为我会了普通话跟广东话，我有一次去日本，很快就可以开始上手了。那次我去越南一样的，如果我没有接触过中文，越南语可能会更难很多，所以是这个。6个月学到什么程度？刚才说了，那当然你不是每天用2分钟的时间 ，OK？ 当你真的要学一门外语，而且你会真的去用它了，那你就开始学，你每天投资足够的时间，6个月。你就是基本上3000个词儿，那个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的沟通已经掌握了。那这个不等于一个大学已经毕业的人，因为大学毕业的可能要1万到2万个词儿，有很多不同的课文的那些知识你都得掌握，这个是一辈子的事儿，就不断的在提升。你每天会遇到新的词儿，今天。你在中文里边有没有遇到新的词儿？都有，所以一样的。所以你人经常犯一个特别大的错误，他对他自己外语学习的那个要求和标准，比他母语的标准还高，是太苛刻了，所以他就失败在这儿了。你得有一个合理的态度。你是从小孩开始，要是你学6个月，你可以跟一个10岁或者12岁或者14岁的孩子说的那么好，这个不好吗？对吧？已经很好了。生下来就是继续成长，没别的。OK， 那关于我自己的经历，多少语言多少时间，比较丰富，比较丰富。我1981年来中国的时候是在心理学已经毕业了以后，然后呢，我那时候是21快22岁，所以基本上到24岁25岁，我的中文已经是跟今天差不多。然后我在中国3年，这个时间有2年的时间其实不止，我就在中国学武术。我第1年是学语言就掌握了，然后呢，我在北京体育学院，然后我也拍过电影，那个叫《武林志》，对，就是少林寺出来之后呢，人都想模仿他做一个武林志。那有3个俄罗斯人到中国来欺负中国人，有大擂台，那你能想象那个？一个俄罗斯人打败很多中国人，然后中国的小英雄上来，对吗？然后呢，他给打下来了，然后中国的第2个英雄上来把那个俄罗斯人就打下去了。这一轮一轮的，最后的那个大英雄把俄罗斯的就全部打败了，他叫东方须。我呢是第1个小俄罗斯的鬼给打下来的啊。
然后呢，我也去了四川，我跟四川武术队在一起。最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有个伤，最后我就不能继续留在中国，签证到期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搬到香港了，开始谋生，教了几个月英语，然后进入了一个出版社工作啊，然后呢，有美国的一个石油公司请我到湛江去当他们的那个翻译，他们是做那个石油的开发，所以我就做了一段时间一个石油公司的翻译。我也是做了飞行员直升机的那个飞行员的翻译了。这个有趣，每一次我坐飞机出来休息了，那个他们就是把一般的翻译放在后边，要我坐在他们之间，因为有一个美国飞行员，一个中国飞行员，那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做了好几年公关，去了北极，做了很多年环保工作，然后呢就从事了20多年自己的顾问公司，帮助那个领导层解决他们公司战略问题和培养人才问题等等。所以就这些了，语言普通话、广东话、废话，英语、法文以前会，现在忘了。就这样了。其他的，我对语言的态度是，如果我要去用，我肯定能够在几个月之内已经掌握下来了。但是如果我不去用，那我就先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的事情。我是这个态度。回答了吗？非常好。这有一个。哎，你好，龙先生。啊，你好，龙先生，我想问一下，众所周知，就是您创办了这个功夫英语，对吧？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当时创办这个功夫英语的初衷是什么？最初想法。好，谢谢。那个想法是这样的，我发现，基本上在全个世界上，那个语言教学系统不符合那些真的学语言的规律，这是第一。所以呢，人民需要一个解决这个困惑的一个方法和工具。那我曾经就开过快速学习班，我是用了这些方法在学习班上做的，可以在短期几个星期已经有个非常巨大的突破，但是那个特别耗精力，所以一直在找办法把这些概念变成一个人民能随时随地去自己学习的一个体系。基本上你学外语了80%的时间是输入，你要从泡脑子开始。所以比如我们系统里边有泡脑子的课程，你学到一定的地步，你就开始要走进一个20课的泡脑子过程。那为什么？因为你要练的自己忍耐起意那个技能，同时你要练的听节奏、旋律等等等等等等。我们是从高频词开始，最高频的场景和词汇开始，所以你就会想象你在一个场景里边，你在听去学。我们是经过听，大量的听，不断的听。我们是用音乐来培养，因为音乐会提升人的记忆。如果你一边学一边听音乐，你的记忆力会就高50%之上，等等。所以有一系列的我们已经懂得做的事情，是可以把学习材料做到非常适合人的语言学习过程，是这么一个想法。觉得太有需要，没人做，那既然我们懂，不如我们去做吧，是这么一个想法。谢谢您的分享。老师您好，就是我刚才听到您那个丰富的经历之后，我感觉就是您对中国有一个
就是特别大的兴趣，所以就是学得特别快。我感觉还是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吧。然后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到第一个行动，就是说大量去听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过滤因素。然后这一点我有点不太清楚，就是过滤因素，那么这个因素就是不是就是我们对这个发音要先学一下之类的？因素呢是一个专业名词。就是每一个词儿里边，比如一个说我，那个部分是一个因素，我那个部分是一个因素。所以呢，在脑子里边，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声音，你是听不见。就比如说，我也学了很多年英语，然后我感觉听力特别差，然后我想是不是因为就是有些发音，音标不懂，还是什么之类的。OK， 说到这儿音标是书面的符号。OK， 你不能经过书面的符号培养你的听力，你必须听。是这样的，我自己去听的新的外语，比如西班牙语，我开始听的时候是模糊不清，我觉得是不知道什么声音。我有时候觉得是那个音频的那个质量是有问题。听了3天5天，听得很清楚了。原来不是音频的问题，是自己的大脑根本没办法听清楚这些声音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听英语是听得模糊，那这个代表你大多数的时间是放在书面的符号，那个符号，比如那个音标或者英文的拼写或者读书背单词，你没有把足够的时间放在真正的听英语。因此呢，你应该从最基础的英语再开始。你已经会了没关系，你得要听到完全清楚为止，然后往下走。也就是说，就是先学，就是把音标自己先有一个基础，然后听的时候它才能能连接起来。把音标放下，别考虑它了。对，英语有44个发音，71个英语字母组合的方式来代表这些发音。有的一个字母对一个发音，有一个字母是对2、3个发音，但是只有这么多。我们学英语从小长大了，我们就是先学听，你能听懂之后呢，那些听得很清楚，你开始学怎么样用字母来代表你听懂的声音。音标没有，今天你教我用音标去看，我看不懂，我不会用音标。音标呢，就是把你弄糊涂了。谢谢老师，我懂了。老师您好。老师您好。你大声吧。我觉得您之前说的更多的是侧重于实际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口语和与人交流，它会更偏向于一些外国人使用的习惯或者什么样。但是我想问的是，我们可能在一些专业或者工作当中会涉及到相对更多一些书面的一些这样的，不管是英语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语言也好，那么我相信，书面的会更规范。那么这时候应该会涉及到一些语法，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大概这个偏于交流或者口语这方面，和这个实际当中就是更书面、更规范化、更标准的这样，我在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互相支撑或者说
共通或者说书面有没有什么一些也是比较好的，类似于这种实际应用的方法可以借鉴的？你看，你得明白一个道理：书面语是人在说话，经过笔跟你沟通。看，你要是不会基本的语言规律、基本的沟通规律，你特别的难去懂书面的语言。OK， 口语是说话，但是我可以写信给朋友，也是口语。然后呢，我可以学的时间长一点，开始写的稍微复杂一点，我可以开始看一些比较简单的文章，我能看懂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开始获取更多的语法的感觉和一些新的词汇，慢慢的扩展到复杂的、专业的那些内容，我是能看懂。如果你口语没法交流，你简单的文字没法交流，你跳进深水想懂复杂的、专业的那些文章，不大可能。所以我不会建议你用这个方式，一不做二不休。要是你要学英语，你好好的掌握那个3000高频沟通内容，然后开始用它。你开始用英语跟人交流，书面的可以，口头的可以，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沟通工具，在这个基础上，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你需要的那些专业的内容你是能懂的，而且自己慢慢的是能写的。因为在这个真的用的过程当中，你的下意识是帮你获取这些规律。我相信我今天跟你说中文，在语法上我相信没有错过吧，对吧？我从来没有学过中国语法，我是听人说话，我是说话，我是看我有兴趣的内容，自然在写东西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好像别扭不对了，改一改，好像感觉对了，语感这是经过用来获取了，所以呢，是为什么说练功夫？你要是要练武术，你不踢腿，你不压腿，你不练肌肉的那个力量，你不练速度，你那些套路是没法做得漂亮。你没有功夫，所以语言是这样的，你必须有一定的功夫，你才能做到你要的结果。而且你要相信，你完全可以把英语学得跟中文一样，你只有自己下定决心。太多人的想法是英语太难学，不如那日常英语、口语什么就不学了，只学我需要那块儿。结果是那个也学不会，反而你好好学整套，就变成你多一个技能了，改变你的人生了。我是这样去想这个问题。谢谢老师。好，那我们就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老师好，哎，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怎么样，就是学到一种什么程度算是把这门语言学好了，可以开始另外一门语言？就是可能这跟个人的目标有关系，但是就是比如说我跟您沟通，怎么样？您觉得哎，你的英语已经很好了？谢谢。这样的，你有兴趣就开始。如果你想同时学2个语言，你就同时学。唯一一个前提就是他们不互相干扰。如果你发现我学这个，但是我是用那边的语言的那些东西进来干扰我，那你有自己评估这个有没有帮助。同时你不要过于野心。那我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要过早学很多语言，因为他想到40、50岁会很多语言，但是他怕时间会很长，所以必须现在开始。你一明白不需要那么长时间，那先把一个学透了，这个是半年到2年，看你投资多少时间。然后呢，第2个再来，而且你可以等到你真的要用第2个就开始学习。你下个月
要出国，那你先用2个星期、3个星期，初步的就100、200个词已经掌握下来，能够你的开口说话工具箱能用，简单的交流能做，去。然后呢，3个月、4个月、5个月以后，已经是相当不错，好吗？谢谢。